我是杰夫。这6天的成人国手选拔赛呢，除了这12男12女的成人国手精彩画面及访问之外，现场还有非常多顶尖的选手都没有画面，我觉得不是很公平。我相信你们也会想要看一些其他顶尖的选手的精彩好球，是吧？那一共6天，所以我分成2集，1、2、3天跟4、5、6天，加上现场其他差一点选上的选手的访问，一样分享给各位，希望各位会喜欢。喜欢我们的朋友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马上开始。海山高中巴马国际许承峰，巴马国际没日夜，绰号叫没日没夜。我们现在是第5轮，第5轮等于是剩最后的2命。那这次来前2天，你会觉得抱持了很多的希望，但是当你打到第5命、第6命的时候，心得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？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？就如果遇到现役国手，我们也一样冲击一下他，就能赢的话就尽量赢下来。但打到后面，大家水平其实也都差不多了，就看是谁临场发挥跟心态放比较好。那你觉得你这一次这样子打下来啊，最大的心得是什么？就其实觉得自己心态还放得不够好。那假设明年重来一次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样的准备？就可能尽量不会再多想，因为想太多的话，心态太飘。而且有的时候是不是怕的？尤其是遇到那种很大咖的选手的时候，对，你呢？因为在跟同才之间，可能还是会比较有信心一点，但是在这种还有很多国手的场合，可能心态又会更不一样，会放不开，就会觉得主场不会是自己的这样，想东想西，对，反而造成比较容易失误。好吧，那针对明年的话，你会有什么计划？就是给自己的信心还是要多一点，不要觉得不可能，真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有。是真的，我看这一次其实每天睁开眼睛第一场就超硬，对，真的就超硬，甚至有人就是明明你拿9分，他3分，然后最后他还赢，一堆这种事情发生都没有什么不可能，对不对？那你这几天看下来，有没有觉得这几天表现最欣赏的选手？我最欣赏的是高承瑞，他就是不管对手的强度是怎样，他都是每一场都全力以赴，而且进入状况很快，就算是落后的球，他都会努力把它追回来。所以他心态这次摆得很好。对，那你呢？应该也是高承瑞，他也比我小，还是要多跟他学习，他的心态都摆得很好。我就算打到第5轮了，还是一样继续冲击，要拼选上，真的很不错。而且今天都已经第5轮了，还有去年的国手还没选上，你就会觉得你们赶快上一上，让我们后面比较好打，是不是每天都有这种心态？这种比赛真的很激烈。你们第一次参加成人国手是吧？第2年，我也是第2次。对，每次这个比赛就真的很硬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很有趣，真的很爽，学到了很多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感谢2位，那今天就这样，谢谢。对，
熊乃仪、蔡启珍，请到第一97场次。苏佩玲，合作进步受陈佳怡，台北市大。海威哈，怎么样？还好吗？还可以啊，还可以，才打3天而已，还有3天，不用怕。对啊，坦白说，我严格说起来，我开始拍比赛的时候，我没有特别注意到你这个人。但是自从上次全国个人赛之后，我就开始关心你这个人。我觉得打球很帅哎。今天状况我看你还不错，其实都还不错啦，就是都没有说输不该输的人。对，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一股气吧，对啊，有的时候那一瞬间那1分的心情也会都会有差距。对，明天继续加油，相当看好你。谢谢。如果您手上没有记录单，请您自己回来，在补拿记录单，谢谢。
这是我们前3天的精彩好球的部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如果这集对你有帮助，帮我们点个赞。我们还有后面3天，下次分享给各位，下集见喽，拜。这一集呢是4、5、6天的精彩好球，姐妹笑点，蔡云恩选上，听说她是全场成人国手选拔赛拿到门票年纪最小的选手。